大家覺得現代戰場上最暴力的組合是什麼？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一個足以讓全球海軍司令官脊背發涼的暴力組合。想象一下，在波濤洶湧的西太平洋，你擁有一支耗資數千億、武裝到牙齒的航母編隊，雷達全開，預警機高掛，防空導彈隨時待命，大概你就覺得這波穩了。但在你完全察覺不到的5萬英尺高空，一個黑色的幽靈正悄然掠過。它沒有發動機的轟鳴，在雷達屏幕上，它甚至不如一只飛鳥顯眼。它輕輕按下了發射鍵，16枚自帶上帝視角的隱身導彈呼啸而出，直到你的甲板發生剧烈爆炸，你甚至都不知道死神到底是從哪個方向飛來的。請注意，這不是電影中的情景，而是美軍最近在勇敢之盾2026演習中的實況表演。這次的主角正是那艘比等重黃金還貴的 B-2 幽靈轟炸機，以及美軍目前最聰明的 AGM-18C 遠程反艦導彈。這哥倆的合體大概會讓很多朋友直呼不可思議。畢竟 B-2 不是專門負責丟核彈和炸地堡嗎？怎麼開始跟 LRASM 鬼混了？今天我就帶大家起底這個幽靈加刺客的暴力組合，看看為何會在這個時間點公布這對組合，他們又是如何一起締造可怕的遠程反艦能力。這一切我們得先從馬里亞納群島北方那場沉默演習說起。最近的西太平洋的海面並不平靜，由美軍主導的31國同盟正在此舉行代號為勇敢之盾2026的大規模聯合演習。演習的核心科目是一項名為 SINKES 的傳統任務，它傳統到只有一個目標，給我擊沉海上的靶機。這艘倒霉的靶機是以退役的朱諾號2棲船塢運輸艦，這家伙的來頭不小，始建於1963年，是美國海軍中唯一前沿部署的2棲船塢運輸艦。這樣的任務定位注定它的塊頭也不小，1萬多噸的鋼鐵巨獸，防彈甲板厚得離譜。按照以往的劇本，這種靶艦通常要被各種反艦導彈、艦炮狂轟濫炸好幾個小時才會沉沒。但這次美軍玩了點不一樣的手法，一架從關島安德森基地起飛的 B-2 幽靈轟炸機，在雷達完全沒有捕捉到的情況下進入了攻擊航線。它從數百英里外優雅地釋放了那枚造型詭異、通體漆黑的 LRASM 導彈。導彈在半空中展開折疊翼，像一個冷靜的獵人貼着海面開始前行。它沒有像傳統導彈那樣發了瘋一樣開啟雷達搜索，而是開啟了被動監聽模式，接着自主調整航線，繞過了所有的雷達預警區。等到最終撞上朱諾號最脆弱的側舷時，現場的觀察員甚至沒看到導彈的尾焰。緊接着，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潛艇補上了最後一記重型魚雷，朱諾號在火光中瞬間灰飛煙滅，短短10分鐘裡沉入大海，與泰坦尼克號作伴。這場演習最驚悚的地方不在於船沉了，而在於美軍首度公開了 B-2 掛載 LRASM 的能力。要知道 B-2 以前主要幹的是縱深核打擊或者炸地堡的活，現在他拿到了這把海戰長劍，意味着他一個人就能報銷掉一整支驅逐艦編隊。根據美軍太平洋空軍的證實，這次打擊精準致命，且完全超出了對手的感知範圍。過去外界一直不知道 B-2 已經完成了 LRASM 的軟件整合，美軍全球打擊司令部也守口如瓶。為什麼美軍藏得這麼深？只因這涉及到了複雜的航電火控改寫。大家可以算一算， B-2 內部有2個巨型旋轉彈架，它原本就可以攜帶16枚 GESSM-12 空对地導彈，而 LRASM 正是基於 GESSM-12 彈體開發而來的，尺寸幾乎一模一樣。這意味着一架 B-2 在不依賴任何外部掛載的情況下，一次出擊就能帶16枚反艦死神。16枚 LRASM 是什麼概念？這樣說吧，一艘普通的防空驅逐艦如果被2枚這種級別的導彈命中，基本上就可以宣告報廢了。這意味着一架 B-2 在理想狀態下足以癱瘓掉大半個航母戰鬥群的水面艦艇。以往的反艦任務需要大批戰鬥機護航，需要電子戰飛機哨聲雷達，更需要求着預警機在後面提調。但現在美軍只需要讓 B-2 像幽靈一樣滑過去，在對方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按下發射按鈕，導彈飛出，艦毀人亡，簡簡單單。隱身轟炸機配隱身導彈，就是現代海戰無解的命題。那麼美軍隱身戰機這麼多，為什麼只有 B-2 才能與 LRASM 達成如此默契的配合呢？很多人對 B-2 的第一印象就是貴，無法理解的貴，24億美元一架，按它的重量算，金子都沒這架飞機值錢。但在美軍眼裡，這錢花得比任何武器都值。B-2 採用的是罕見而大膽的飛翼布局，沒有垂直尾翼，沒有明顯的機身接縫。為什麼諾斯羅普公司的設計師要對屁股這麼計較？
因為在雷達波面前，任何垂直的平面都是巨大的反射器，所以 B2 的機身曲線平滑的像一顆被海浪磨了幾萬年的鹅卵石，所有的进气道、弹艙门都被設計成了锯齒狀。這種被稱為連續曲率的設計技術，如今看來司空見慣，但那可是80年代，工程師們動用了當時全世界最頂尖的超級計算機，才模擬出這種能讓雷達波滑過去的完美弧度。這還沒完，美軍為了讓它能在空中徹底消失，在表面塗抹了大量雷達吸波材料，它能把雷達波的能量轉化成熱能直接吸收掉，讓回波信號降到忽略不計的地步。但也正是這層皮膚，讓 B2 成了一個難以伺候的主子。它每飛一次都要回到價值500萬美元的專用恆溫空調機庫進行細心呵護。如果空氣濕度不对，或者溫度稍微高一點，隐身涂層就會發生類似過敏的失效。美軍為此研發了名為 B2SS 的便携式環境控制掩體，分布在關島、迪戈加西亞和英國。每隔7年，地勤大爺們還得搞一次大掃除，用结晶小麥澱粉一點點把舊涂層噴洗掉。根據美方披露的數據， B2 每飛行1個小時，平均需要119個小時的地面維護。相比之下，老牌轟炸機 B52 只需要53個小時。這種維護強度足以拖垮一個中等國家的空軍預算。這種高昂的運營成本，也是當年美國國會把132架的採購計劃砍到21架的原因。但美軍依然咬牙堅持運營着剩下的19架，因為昂貴的價錢換回的是在高風險空域如入無人之境的特權。另外是它配備的 AN/APQ-181 合成孔径雷達，能從幾百公里外給地面的目標拍高清證件照。現在這套系統被用來引導 LRASM 導彈進行海上點名，適配的不像話。不過光有看不見的飛機還不夠，如果導彈射出去就被攔截，那也是白搭。所以美軍在 LRASM 身上投入了不亞於 B2 的智慧。想知道一枚導彈是怎麼在沒有衛星信號、沒有外部指令的情況下自己找到目標並撞上去的嗎？如果要用一句話形容 LRASM， 最合適的莫过於超感獵殺，超越人類感知的獵殺。對此，我們可以先來看看 LRASM 的前輩魚叉導彈。魚叉導彈用了快50年，靠的是主動雷達導引頭，也就是飛出去後自己喊一嗓子，等聲波回傳，哪裡不對勁就射哪裡。這招在當時好使，但在現代強電磁干擾環境下，這嗓子很容易被對方干擾成聾子和瞎子。而且主動雷達就像在漆黑的屋子裡打着手電筒，你照別人的時候，別人也一眼看到了你。而 LRASM 走的是另一條極端的路，他選擇當一個沉默的監聽者。這枚導彈由 DARPA 主導研發，核心目標就是擊敗高度現代化的水面大區。它繼承了 JASSM-1R 那種极地雷達反射截面積的隱身彈體，線條冷峻，導引系統上更是集成了由 BAE 系統公司研發的多模被動射頻系統。這名字聽起來拗口，說白了就是它自帶一套高性能的雷達偵察儀，它在飛行中根本不需要發射信號，而是通過接收敵方艦體發出的各種電磁波來精確定位。你雷達開得越猛，給 LRASM 導航的信號就越強。你以為你在用雷達掃描威脅，其實是在給它引路。當它飛到目標區，便開始自動識別海面上的艦船輪廓，利用內置的 AI 算法庫進行海量對比，分清哪艘是滿載原油的民用輪船，哪艘是帶着幾十架飛機的航空母艦。然后導彈的大腦會迅速計算出這艘船最脆弱的解體部位，比如導彈庫或輪機艙，然後一發入魂。但 LRASM 最可怕的地方是蜂群意識和抗干擾能力。LRASM 配備了新型武器數據鏈，多枚導彈在飛行中可以互相聊天，他們會實時交換情報，進行協同攻擊，能讓任何宙斯盾系統的攔截算法瞬間進入死機狀態，然後趁虛而入。射程方面，洛克希德馬丁聲稱這枚導彈的射程遠超200海里，大概是370公里，實際推測可能接近900公里。這意味着 B2 可以在對方所有中近程防空圈之外，甚至在你的岸基雷達發現它之前就完成了投彈。這些頂尖性能讓其一度被譽為美軍最頂尖的反艦導彈。注意，後面沒有之一。之前五角大樓授權海軍將 LRASM 投入有限生產，雖然是為了解決魚叉導彈生存率不足的權宜之計，但更多可能還是因為被 LRASM 強大反艦能力折服了。而且這種戰力還具備極強的通用性。LRASM 不僅能從飛機上扔，它還兼容 MK-41 垂直發射系統。這意味着美軍的伯克級驅逐艦，甚至弗吉尼亞級核潛艇以後都能帶上這把沉默之劍。聊到這裡，我們回到視頻最開始的問題：
美軍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公開 B2 與 LRASM 這對組合？想看懂美軍這波操作，我就必須先為大家引出咱們頻道的另一位老朋友 B21。美軍現在手裡雖然只有19架 B2，但他們已經在加州帕姆代尔工厂開始大規模量產 B21突袭者了。雖然 B21比 B2 小一號，載彈量也稍微少一點，但它的隱身性能更變態。最關鍵的是，它的單機成本壓到了7億美元左右，比 B2 便宜了3倍多。美軍的計劃是至少採購100架，甚至可能追加到175架。大家算一算，如果每架飛機帶8到12枚 LRASM， 一次饱和攻擊就是上千枚會思考的隱身導彈。這已經不是在打仗了，這是在搞一场无法阻止的拆迁。什麼樣的防空网能擋住上千個隱形的、會互相配合、會自己找弱點的死神？而這就是美軍在這時候展露這張底牌的原因。他要在西太平洋畫下一道物理紅線，向那些不斷叫囂的敵人發出最後通牒：無論你建造多少大型水面艦艇，只要我的隱身機群還在，你所有的海上資產在戰時都是單向透明的。這種戰略威懾力比在外交場合喊1萬句口號都要管用。而讓 B2 整合 LRASM， 其實是在為 B21進行試錯和代碼驗證。由於2款轟炸機都出自諾索羅普·格鲁曼之手，他們的任務電腦和軟件架構高度兼容，這也足以讓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防務靈活性達到了歷史的巔峰。你可以把 B2 部署在關島安德森基地，也可以讓它從密蘇里州懷特曼本土起飛，飛越1萬多公里，在西太平洋撒下一把導彈後回家吃個熱餐。這絕不是吹牛，這背後體現的是美軍強大的全球投送能力以及深厚的後勤底蘊。畢竟光是供養着19架 B2， 每年需要的經費能養活好幾個小國家的海陸空三軍。但美國人覺得這錢花的值，因為它能提供一種絕对的安全感。當然，這種戰力也並非絕對無敵，畢竟科學技術在不断進步。不管是俄羅斯的 S-500， 還是某些國家在研发的量子雷達米波大陣列，都在試圖抓到這隻幽靈的尾巴。但就目前而言，美軍這種戰略轟炸機反艦的非对稱手段依舊是無解的。總的來說，當 B2 在大氣層邊緣優雅劃過，它帶走的不僅是靶艦朱諾號，更是舊時代大艦巨炮的最後一份餘暉。美軍正在用實際行動告訴潛在對手，如果你想在海上玩遊戲，你得先保證你的雷達能看到它的影子。不過看到了大概也沒用，因為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人能抓到影子。好了，本期關於 B2 轟炸機整合 LRASM 導彈的故事就到這裡結束了。各位認為，面對這種看不見攔不住的隱身飽和攻擊，大中型水面艦艇還有生存空間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